看到了吗？它是实时传输的，通过这个无线。那么当我们这个飞机如果飞起来的话，那它就能看到前面的东西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 goggles， 那我刚才把它打开了，它里面有个袋子，袋子里面有放了一些线，这是它的天线。我这个 goggles 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拆下来，拆下来以后呢，其实这个是戴着脸上的，但是因为我戴眼镜，所以我就用不着这个。那这个就可以在这个是一个屏幕，相当于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插上去以后呢，按照道理来说，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亮起来。那它应该有装电池的地方，看一下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外接电源。那刚刚呢，我就把我的这个眼镜啊给接上电源以后呢，这上面有个 search， 同时呢，我把我的这个无人机啊给开机以后，用电池把它连上以后啊，这个是它的 video transmitter， 就是它的视频发射器。那这个是它的这个 camera。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影像了。看我的手，看到了吗？它是实时传输的，通过这个无线。那么当我们这个飞机如果飞起来的话，那它就能看到前面的东西了。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啊。然后如果我用这个 goggles， 这是我的 goggles， 如果我这样就看到，就是戴在头上就可以玩了。说明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汉希的这个 video transmitter， 就是这个转换器啊，还有一个 camera 是可以工作的。所以我们的测试成功了。下面我们进入下一步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遥控器接上这个，然后它需要有一个无线发射装置，就是这个无线发射装置，然后想办法连在它的这个板子上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阶段。好，刚刚啊，我把这个 receiver， 就是这个遥控器的接收端也给焊在上面，是这三个。黄色的是 signal， 是信号，红色是五伏电，还有黑色是接地。那么这就是一个遥控器的 receiver， 就是接收器。那么对应的就是这个发射端。那么我把这个电池也装上了。好，然后为了它这个线啊，防止它在震动过程中接触不良啊，然后我就准备用这个热熔胶在上面点一下，这样让它这个线都在这个，就是一个建议。昨天呢，我就把我的无人机啊给拼出来了。那么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个receiver 买的不对，因为这个主板它只支持 S bus。那么我这个买的这个控制器，包括这个发射器啊，是 I bus 或者是 PPM， 只支持这两种 protocol 协议。那么这个板子呢，这个 Raystar 的这个板子呢，只支持S bus。所以呢，这个昨天晚上试了一个晚上啊，我这个遥控器还不能使用。需要买一个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专门的 S bus 的receiver， 那它会配一个不一样的控制器。对，所以我的这个 project， 我这个工程啊就只能到这里了。那么我在网上又买了这个另外一个S bus 的控制器，那么估计得要有3-4个星期才能运到澳洲来。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如果你在买这些用品的时候啊，你需要买一些额外的东西去拼你的这个无人机。首先啊，这个束带，这个束线带，用这个束线带把这个板子啊盖板上，这样就更加牢固一些。然后另外呢，我把这个下面的这个螺丝啊换成了比较大一点的塑料螺丝。
因为昨天晚上我发现啊，当我用这个 USB 接口啊，接到这个底下这边有一个 micro USB port， 那这个 micro USB port 呢是直接连到电脑上的，所以插上去的时候不是很方便，因为这个厚度问题，所以我把这个底下的小螺丝啊换成了大螺丝。那需要注意的是啊，这所有的螺丝啊，这连在板上螺丝啊，都必须要用塑料螺丝，不然会引起短路。另外就是这个电池，这个电池它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，OK， 用一个也是一个绑子带，像这样的一个绑带，它扎在这个上面。这个也是这个整个无人机最重的部分，就是这个电池，差不多得要快1公斤了吧。好，下面呢我就把我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拼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样子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这个直升机啊就算是全部拼完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电池啊显得有些笨重，那么它就是这样的。OK， 然后下面啊，我当然现在是飞不起来了，因为刚才说这个有些配件没有买对啊，因为 iBus S-Bus 的问题啊。这个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行软件的那个配置，让它可以转起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来收看无人机的系列视频，谢谢。